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明代的城市建设。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中国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在连年的混战之后呢，朱元璋逐渐在南方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地位。公元1364年，自称吴王，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1368年，正式称帝，建立起了大明王朝。当时的明朝呢，以南京应天府为首都，年号洪武。正式建立王朝之后呢，朱元璋派大将统兵北伐。元朝最后一任皇帝元顺帝逃到北方草原去了，元朝随之灭亡。中国重新回到了由汉族人统治的大一统的王朝之中。那么元朝整个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它毕竟是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一个朝代，它对于宋代以及之前的汉族王朝的很多典章文化制度呢，并没有完全的继承。特别是在这个蒙古帝国初创的早期，出于这个军事方面的原因呢，这个统治者对于中国境内的很多城池，他采取的是一种摧毁的态度，因为游牧民族会认为这些城市没什么用处，还特别的阻碍他去攻取，很多城市的城墙呢都被拆掉了。虽然在这个元朝的中后期呢，修复了一些城池，但是到了元朝末期，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呢，又造成了许多新的破坏。那么在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呢，它其实面临的是一个北废代兴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城市都处于一个残破的状态，特别是很多城市的城墙基本上已经毁坏殆尽了。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曾经有一个谋士给朱元璋提出了9个字的基本的国策，那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中高筑墙呢，就是建议这个朱元璋在他的这个统治区内呢，大力的推动地方城市的建设，把原本被毁坏的很多城墙重新的修复。等到这个明朝完全建立，彻底推翻元朝之后呢，为了防御蒙古人再次南侵，又大力的去重修万里长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的长城的遗物，实际上都是明朝时候留下来的。明朝持续了将近280年的时间，前后一共有16位皇帝，其中有3位皇帝呢，对于城市建设和建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就是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从朱元璋称帝之后呢，他就一直致力于重建汉族原本就有的这些典章制度。这些制度呢，往往和建筑和城市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他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对当时宫殿的规制、王府、坛庙、陵寝、学校等等所有相关的重要建筑物的制度呢，都做了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约定，从而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建筑的系统。应该说，这套系统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建筑领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之后的清朝基本上全盘继承了明朝相关的这些建筑的制度。在洪武年间呢，朱元璋是以这个自己的儿子为藩王来镇守各地，其中呢，元大都被改名叫北平，作为他的第4子燕王朱棣的封地。建文年间，朱棣以靖难为名，从北平起兵南伐，经过几年的战争之后呢，篡夺了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成为了一个新的君主，那就是明成祖。这也是第2位对于明代的城市建设和建筑产生重大影响的皇帝。朱棣改年号为永乐，几乎从他登上帝位的同时，他就很想把首都迁回到自己的发迹地，也就是北平。当然，这个思想呢，也有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所以在永乐元年的时候他就把北平改称为北京，作为陪都来进行建设。从永乐4年开始，就大力的来修建
北京城新的宫殿建筑，同时对整个城市进行改造。永乐19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城主朱棣正式把首都迁回到北京。第3位对于明朝的都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呢，是明朝中叶的世宗嘉靖皇帝。这个嘉靖皇帝朱厚熜呢，他其实是明孝宗的侄儿，明武宗的堂兄弟。那么明武宗驾崩的时候呢，没后代。经过这个皇室和大臣们的商议呢，就决定呢，把当时担任兴王的这位朱厚熜作为皇位的继承人接到北京来。那么按照皇家的礼制的规定，他应该追认明孝宗作为自己的父亲，他相当于是明孝宗的一个直接的继承人，然后来统治天下。但实际上呢，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呢是兴先王，也许是出于孝心，他很想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这一点呢，又是不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礼制的一个行为，遭到大臣们强烈的反对，在当时的这个朝野之间呢，引起了非常大的波澜。我们今天会觉得这种事情争执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这个是头等的大事儿。世宗嘉靖皇帝为了强调自己对于这一套礼制秩序具有最高的话语权，他一方面呢和大臣们不停地进行争论，另外一方面呢，他就对北京的这些祭祀性的坛庙建筑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实际上呢，也是希望表现自己对于这套体系的一个主导的权利同时呢，还在北京的城南加轴了一圈外城，奠定了今天北京旧城凸字形的这个轮廓的体系。明朝的政治方面呢，应该说是不断的去加强君主的专制，在文化上面呢，禁锢的也比较厉害。明朝的科举很发达，主要是通过八股文来取士。应该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严重的阻碍了思想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但另外一方面呢，特别是从明朝中叶以后随着上层社会朝政的日渐的腐败，整个大明王朝的法纪比较松弛。在江南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呢，又会孕育出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商品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风气呢偏向于奢华应该说这样的一种社会风气对于建筑，特别是园林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于是呢，在明朝的晚期中国的这个造园理论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特别在江南地区和北京地区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园林的杰作。在宗教方面呢，元代统治者更加尊奉道教，同时对佛教呢也比较尊崇，这样就使得呢这两种宗教建筑物呢又有新的发展。相比以前的时期而言，明代佛寺的规制呢更加趋向于定型化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解释。此外呢，还存在这个新的倾向，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也就是说，在某些特殊的寺院里面呢，他可能会把这个儒家的孔子和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和道教的这个神祇共同供奉在一起。具体在建筑方面呢，明代的建筑群的设计水平相比前代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单个建筑的体量似乎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是群体组合的方式更加的多元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建筑群，一大部分都是明代的遗物。在这个木结构体系方面呢，明代所做的新的发展就是定型化、简便化它的屋檐呢，相比元代建筑进一步的缩短，曲线呢也不是那么的明显了有点变直了，斗拱进一步的缩小，但是数量呢又增多了看上去也许另外有一种端庄的气息。当然我们这个所说的呢，主要是北方地区的官式建筑的这个造型，
而南方地区啊，特别是江南地区呢，往往会表现出更加精巧、更加灵活的建筑的形象。也就是说，南北方建筑造型的差异呢，到了明代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这张图呢，表现的是浙江东阳的一组大型的民居建筑群啊，这是一个卢氏家族几百年来居住的地方。目前现存的这些建筑物呢，大部分是明朝时候所修建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恢宏啊，非常这个具有气势的群体性的一个艺术的效果。在建筑材料方面呢，明代的砖的烧制和加工技术有非常大的提高，砖的产量远胜于之前所有的朝代。所以呢，包括城市的那个城墙和很多房屋，它的那些墙面，以前大部分是以土为主来进行这个修建的。那么到了明朝时候呢，往往就改成了砖砌了。当然，城墙里面的核心的部分还是夯土，但外面呢，基本上都会包上很厚的那么一层砖。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应该说是极大的提高了建筑的质量。同时呢，明代还大量的出现了所谓的无梁殿，也就是说呢，不采用木结构，而就纯粹拿砖拱券结构砌筑而成的比较大型的建筑物。它里面不使用木梁，所以叫无梁殿。非常著名的，比如说明代所建的皇家档案馆皇室城，以及现在还保存着的南京灵谷寺的大殿，都是非常经典的无梁殿的形式。那么在建筑外装饰方面呢，明代在琉璃技艺方面啊，也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它的琉璃的色彩啊，比以前的朝代更加的丰富，而且非常的密实。很多宫殿、佛寺和道观的殿堂，大量的使用琉璃瓦，包括这个墙上面啊，也会使用很多的琉璃的构件，显得五彩缤纷，非常的华丽。此外呢，有一些佛寺会修建用琉璃拼装的琉璃塔，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呢，就是曾经在南京修建的报恩寺的这个9层塔。这个塔有一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世界7大奇迹之一，但很可惜毁于太平天国的战乱。目前呢，还剩下一些残件，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当时这种非常高超的琉璃的技艺。在很多建筑群当中呢，还常常会修建琉璃的照壁啊，包括琉璃的门，所有这一些都是这个技艺的一个进一步的体现。明朝时期，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其实更加的频繁和深入，因为与明代差不多同时的欧洲呢，主要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明代晚期的万历年间，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陆陆续续的来到了中国。第一个来华的名叫利玛窦，他们呢不断的把西方最新的一些技术，引进到中国来，开始在中国修建教堂，也从此开启了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一个序幕。这张图呢是利玛窦所绘制的《昆舆万国全图》。应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也超过了之前的历史时期。大家明白啊，地球上面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若干其他的国家，还有很多别的先进的文明。